这好近啊！这对面就是朝鲜了吧？对。这里是中朝边境的前沿地带，我们距离朝鲜不过10几米的距离，但这还不是离朝鲜最近的地方。我们在环行中国的旅途中，来到了中国陆路边境线的东起点辽宁丹东。这里是中国与朝鲜1420公里边境线上最大的城市。这座边境城市有着对比非常强烈的两面，一面是普通中国城市的样貌，热情的人们过着大家熟悉的日常生活，而另一面它非常朝鲜的朝。作为初入丹东的外地人，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景点和旅游项目都是围绕朝鲜展开的。我都不知道这些店是干什么的。确实，搜一下可以。这个都没有汉字。懂了，懂了。买一些化学试剂的。我感觉丹东这边所有的旅游资源都是跟朝鲜相关的，就比如说饮食，比如说有项目对吧？游船，好几个大姨拉我说小伙，去朝鲜的最后一班船。我一听算了吧，别，我怕回不来了。哎，老板你好，我看门口这边写着接待朝鲜旅游，咱现在还可以做这个吗？这个做不了了，现在不行。现在不行。哦，谢谢。那么回到刚刚的话题，在不入境朝鲜的前提下，你能够多接近朝鲜呢？中朝国境可以分为3个部分，中部的长白山以及发源于长白山的2条河流，向北流入日本海的图门江，以及向南流入黄海的鸭绿江。丹东城区位于鸭绿江下游，距离朝鲜已经很近了。在这里，你能够清楚地看到两岸的对比。在我身后就是鸭绿江，在鸭绿江的那一面就是朝鲜第4大城市新义州。虽然是第4大城市，但你直观地去看它，其实都是一些平房，还有一些我个人认为比较残破的工厂，也有一些小地标啊。但是和中国这边比起来，感觉差距还是非常大的。在丹东市里，你能够看到的和朝鲜相关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标，就是我身后的鸭绿江断桥。鸭绿江断桥在抗美援朝时期是输送人员物资的一个最重要的通道。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向朝鲜进一步的增援，就派出数百架轰炸机对朝鲜一侧的桥梁进行了大范围的轰炸，最终导致这座桥变成了现在的样子。继续向上游走，河道会进一步变窄，对岸的景色也变得更近，也更加清晰。在江边开始出现了边境地区特有的绿色铁丝网。如果说之前的丹东市里看朝鲜还是有一点距离的话，那么当你开着车沿着鸭绿江从丹东市向北开出来，你会发现有很多地方离朝鲜真的是非常非常近，不说一步之遥吧，比如说这边。总之你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面农田里工作的农夫，还有他们驱赶的耕牛。再向北，你会进入一段非常特殊的边界。来之前，我完全没想到这里会是这番景象。这段边界位于丹东北部的宽甸满族自治县明长城的起点虎山长城。明史兵志中曾对这段边防有过这样的记载：故中明之士边防慎重，东起鸭绿，西抵嘉峪。但是明朝人建立这段长城不是为了防朝鲜，而是为了防建州女真。虽然最后没防住，而且这段长城最后也被损毁殆尽。景区长城是仿古建。干嘛？那山难爬吗？再说一遍来。我抬腿就到，就那个山，那么近。记住他现在的嘴脸哈。不是，哎，看看一会儿谁爬的呼哧带喘。你自己说那个山近不近？这是上了2层台阶之后，歇息片刻。就上了这些台阶儿。这一层，下面那一层。登临长城的最高处，你会发现这里的视野极其开阔，特殊之处也显露出来。很多人在地图上看鸭绿江和对面中间是干净的河道，应该是没有一个岛屿的。但是实际，你到了虎山长城的最顶上再往下看，你会发现不是这样的。鸭绿江在这里被一块非常大的岛屿分接成了2段，然后中间这块岛屿现在应该都是朝鲜在管辖。上面都是朝鲜的农田，那边是朝鲜的民居，应该是一个小村落。长城顶有一个望远镜，用它看得更清楚。排列整齐的民居，行进的队伍，骑自行车的农夫，还有铁丝网和哨所。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儿应该能发现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这座岛位于江中心，甚至靠中国更近一些，反而会是朝鲜的领土呢？这是1962年中朝缔结边境协定商议的结果。
协定内容大家可以自行查阅一下。我们说结果，目前鸭绿江中205个岛屿中78个属于中国，127个属于朝鲜。这座岛还不是最夸张的，鸭绿江口的新岛和绸缎岛都快和丹东连起来了，但还是朝鲜的领土。但是另一边，中朝不是以鸭绿江主航道中心线划分国界的，鸭绿江为双方共享，可以共同开发利用。换言之，只要你不登陆对岸，都不算越界。我们从虎山长城下来之后，在路边有一条小道，这条小道看起来是一个很宽敞的，应该是经常会有人走的道，但是我感觉越走越幽深呢，怎么感觉？哦，这好近啊！这对面就是朝鲜了吧？对，哦，他们看那边人，看到了。我们前面的这条河就是界限，很近很近的这个对岸就是朝鲜了。当然我们不会违反任何规定啊，我们只是在这里远远的看一看，目测也就10米吧。我感觉也就10米。对，那边人穿的什么衣服你都能看清，穿个背心儿那个人。我们能听到对面在说话，但是因为对面说的是外语嘛，朝鲜语，我们可能听不懂。但是我们能听到对面在说话，声音非常的清晰。对，他们可能也能听到你在说话。对，但是我们没有交流啊，我们是各说各的。你是中国小猫还是朝鲜小猫呀？过来。这是离朝鲜最近的地方吗？当我们来到这里一个名叫一步跨的景点时，简直震惊了。这和对面也就5米，这里就是普通人能到达的最接近朝鲜的地方。这里真的好近好近。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大铁门往外看，河的那边就是朝鲜，对面的人好像在修筑铁丝网，很真实，但是又很不真实。此时此刻，我们在观察他们，他们也在观察我们。我向他们挥了挥手，他们也向我挥了挥手，什么都没说，但是大家都知道彼此没有恶意。拨开神秘主义的外衣，我们都是普通人罢了。今晚他会回家休息，而我们将继续赶路。下一站，我们将前往吉林的吉安。在这个普通的边境小城，居然有一处世界遗产，而就是这处遗迹，韩国人居然也想据为己有，那我可得好好说道了。